据说幻家的家主幻风神比他家的老祖幻无情更加的识大体，若不是此人的话，恐怕麻子就不单是灭杀个柳眉与幻无情这么简单了，而是将整个幻家给从千幻星上连根拔除了呢。自他老祖远赴联盟将那幻眉带回，对族中大事便不再过问。如今老祖更是为了一个外人，不惜死后修为施展幻邪大法，还要助这幻眉在族中立威。莫非真打算日后将偌大的幻家交于此女之手不成？首先，咱们先聊一下这个幻家家主幻风神。虽然此人的具体实力在原著当中并未提及，但结合柳眉身边的一个护卫都是问鼎中期巅峰，以及千幻星的千家家主千葵子的实力乃是阴虚境界。想来这幻风神的实力，即便不是阴虚修为，但最次也是问鼎大圆满的层次。值得一提的是，人家千家还有2个亏孽修为的老祖，只不过如今正在闭关罢了。而幻无情当初远赴联盟星域的目的，乃是打探天逆珠的消息，并且这一去便是近1000年，在此期间都是幻风神一人撑起了整个幻家。要不是罗天星域跟联盟星域一样不主张杀，恐怕如今的幻家早就被别人灭族了也说不定呢。要说他对幻家老祖没有半点怨言，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更遑论这个老登刚一回来，便在所有嫡系族人不愿意的情况下，拼着自损修为到阴虚阳实之境，将一个外人且仅是阴变修为的柳眉给一跃提升到问鼎大圆满的层次了。你这不是寒了幻风神以及所有为了幻家任劳任怨的嫡系族人的心吗？而这幻无情之所以会对柳眉如此付出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他看中了对方所修炼的千幻无情道，与自家祖传功法的万幻天魔道不谋而合。若是柳眉的实力达到阴虚修为，他再将之吞噬的话，其功法必然会有所小成。虽说后来幻无情将此原因告知了幻风神，而在后者看来，自家老祖不管是外出千年寻找天逆珠，还是如今带回柳眉，都是在为了一己私欲，已全然不顾。幻家会因此遭到什么样的困境，若是没啥大事也就罢了，一旦老祖所做之事牵连到整个幻家，他幻风神必会与这老登划清界限。而事情也正巧在顺着这方面发展。后来麻子已答应庇护冉云星这3大家族，相继斩杀问鼎中期的幻家族人幻东，以及击败被幻无情拔苗助长上来的柳眉。然而此女在即将殒命之际，却被幻无情隔着一个星系的给出手救回了幻家。这下麻子是彻底怒了，毕竟此女可是将他的儿子王平给炼制成了一具怨婴啊，他又岂能轻易的放过柳眉以及救下对方的幻无情呢？就这样，麻子一路那是火力全开的杀到了千幻星。这下整个千幻星之人那是彻底傻眼了，因为麻子身边的那头雷兽乃是雷仙殿使者的象征，其次还有着一具阴虚境界的傀儡，以及数道境界大能所赠的本命剑气。这些东西单论一样的话，或许会让他们有些顾忌，但如今却全在一人身上，算是 buff 彻底叠满了。所有人皆是毫无争议的认为麻子乃是雷仙殿的使者，且来头大的吓人。其中被幻无情请来的援兵，也就是千家的家主千葵子，便是被麻子的这身装备给吓的，再也不掺和这档子浑水。就连幻无情也是再三询问柳眉，这亡灵到底是不是联盟星域之人。要知道在罗天星域与雷仙殿作对，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在得到柳眉的肯定答复后，幻无情这才下定决心出手对付亡灵。可手底下以幻风神为首的幻家之人却不干了。此时的幻风神还劝解幻无情，要他把柳眉赶紧交出去。毕竟不管此人是不是真的雷仙殿使者，单以亡灵身怀的这些法宝，幻家最为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与之交好，而不是跟对方死磕到底啊。此时即便任幻无情再怎么解释，在幻风神等人看来，自家老祖已是为了一己私欲而不惜牵连整个幻家的罪魁祸首，对方到底是不是雷仙殿使者也不再重要了。可此时的幻无情为了让自己的功法趋于大成，哪舍得交出柳眉啊。后来当麻子以斩罗诀跟凌天后的本命剑气配合阴虚傀儡，将幻家的护族大阵给一击击溃后，幻风神当即带着所有幻家之人，当着亡灵与幻无情的面表示，此事是你们2人的私人恩怨，他幻风神与所有族人站在中立的态度，不去插手此事。后来麻子召唤出亏孽修为的散魔，自知不敌的幻无情在得到柳眉的同意后，通过吞噬对方的生命与意境，重新恢复原本的实力，并且这也让他意外窥探到了一部分无相天魔道的功法。可此功法所散发出的魔气与古魔一族同出一脉，这玩意不仅对散魔造不成半点伤害，且还如同大补之物。就这样，幻无情便轻而易举的被散魔给无情的吞噬掉了。到现在，那幻风神方才庆幸自己之前的抉择是多么的明智。由于他们并未与麻子为敌，加上彼时的亡灵因为儿子王平被柳眉炼制成怨婴的心情复杂无比，所以他在解决掉幻无情后，便并未对剩下的幻家之人出手。若是当时幻风神助纣为虐的话，我相信以咱麻子哥的脾气，将会在这幻家垒出跟藤家一模一样的人头塔的。不得不说，幻风神也算是押对宝了。甚至后来麻子因进入雷之仙界缺少足够数量的升仙果时，幻风神还亲自拿出本家珍藏的神仙果无偿赠予给了对方。只是在原著当中并未描述这幻风神的具体结局，但以他这知进退识大体的性格，在他的带领下，幻家不说会蒸蒸日上吧，但至少能够安然无恙的继续存活下去。不然在幻家老祖外出的这近1000年内，以幻风神这没有踏入第2步的修为，没有点审时度势的头脑的话，又岂能在这罗天北域内安稳立住脚跟呢？